好，大家好，今天和大家一起介绍每日一题，题号744，Find smallest letter greater than target，寻找第一个比目标值还要大的字母。题目给我们一个输入阵列，输入阵列里面每一个元素都是字元，而且题目保证是非降序排列，也就是保证元素的关系后面的一定比前面的还要大，或者等于，不会比较小。题目还给定我们第二个参数叫做 target，要求我们返回第一个比 target 还要大的字元。以第一个范例来说，就是输入阵列是 C F J， 目标值是 A， 那第一个比 A 大的字元是谁？答案就是 C， 首项 C 就已经满足，所以最后返回 C。那第二个呢？第二个它给我们输入阵列是 C F J， 目标值是 C， 那第一个比 C 大的是谁？第一个比 C 大的是 F， 往下找，第二个就是满足，所以返回 F。第三个是特殊情况输入，第三个是输入 X X Y Y， 目标值是 Z， 那请问第一个比 Z 大的是谁？没有，因为里面的都比 Z 小嘛。那题目说，假如找不到的话，就返回首项。第三个范例是一个特殊情况的处理，题目要求我们返回首项第一个元素，也就是 X。那我们接着来看约束条件，约束条件里面讲说，输入阵列最短是2，所以它保证里面至少有2个元素，所以我们可以首先排除空阵列，输入保证一定至少会有2个元素，最大可以有10的4次方，也就是会有10000个元素，所以这个规模有点大，所以这边可以合理的估计，它上面可能会卡一个 big O(n) 的复杂度，因为这一题假如用暴力解，最多就是每一个 element 每一个字母都去检查过一次嘛，最多就是每一个字元都去检查一次嘛，所以上面卡一个 big O(n) 是蛮合理的猜测。下一个约束条件是说，每一个元素都是小写英文字母，然后再次强调，题目的输入一定是非降序排列，也就是升序排列，后面的字母一定比前面的大，或者等于，不会比较小。第三个是输入阵列，保证至少包含2个不同的字元。然后第四个是同样的保证，他说输入的目标值也是小写字母，所以今天题目已经规范得很清楚了，比较的对象都是小写的英文字母，就是从小写 A、小写 B 一直到小写 Z，就是 A B C D 到 Z，不会有其他的输入，而且输入阵列不会为空。那一开始直觉我们刚好提到，最简单有一个暴力法解法，就是最多就是每个字元都扫过一次嘛，所以一开始我们可以从前面开始比较，假如遇到某一个元素大于目标值就返回，那假如没有呢？没有的话就返回首项嘛，或者我们可以写一个特殊处理，假如输入阵列里面最后一个比输入值还要小，那表示找不到，就好像刚刚第3个帮你看到的，输入阵列是 X X Y Y， 那里面最大的是 Y， 最大的龙头都比目标值还小，那表示找不到嘛，找不到的话就可以直接返回首项所以要么是前面做一个快速的判断，直接返回首项，或者尾巴这边返回首项，都是 OK 的。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白板，看看可以怎么改良到更好的算法。那前面一开始题目的例子这边就是快速带过那第一个范例刚才已经提到嘛 ，CFJ 题目已经讲一定是升序排列，所以第一个比 A 大的是谁？第一个比 A 大其实就是 C 嘛，所以最后我们返回就是 C。那第二个范例是输入是 CFJ， 比 C 大的是谁？比 C 大的是 F 嘛，所以这个返回的是 F。那第三个范例是特殊情况输入，输入阵列是 XXYY， 询问比 Z 大的有谁？没有人比 Z 大，因为他们输入阵列里面最大的龙头是 Y， 龙头都比 Z 小，所以不可能找到，所以这一题是特殊情况，返回的会是 X。这是题目要求，当找不到的时候返回首项。那题目已经讲定这边是升序排列嘛，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很强的关键字，你会在题目看到说它已经排序好了，所以就像前几天提到的，假如今天题目是一个给定已排序的序列，不管是升序或是降序这是一个很强的条件，我们可以快速的想到这个应用场景适合演算法就是 binary search 2元搜寻或是2分搜寻。我们就照了一个比较大的例子来展示。假设今天题目的输入是更长，比如说它就出现 A B C D E F G 一直到后面的 X Y Z， 然后要求找出第一个比 Y 大的是谁，那我们就可以用2分搜寻了。第一我们一样是先砍半，最小是 A， 最大是 Z， 取中间那个字元嘛。那 Y 显然会比这个中间的字元大，所以第一轮我们可以消除左边这个区间，我们只要往右看嘛。第二轮我们就只看新的区间里面2分之一的位置，那 Y 显然也比新的2分之一的区间还大，所以我们就可以每一次消灭一半不可能的区间，然后一直往右走。那最后定位到哪里的时候会找到？那到最后一轮最后一轮这个窗口一直缩小，所以这时候左窗口是 Z， 右窗口是 Z， 那这时候取到的值就是我们输入串列里面第一个比 Y 还大的字母，所以最后返回就是 Z
这个方法因为你每一次都砍半，所以跟前面的二分搜寻法一样，每一次都可以消灭一半的区间，所以写成时间递回分析式也是一样，就是下一轮的新的选择只会是原本选择的一半，同时这一轮的判断也是常数时间，因为两个字母相比也是只有3种情况，要么就是大于，要么就是等于，要么小于。假如等于的话，就表示现在这个当下就是相同的字母，我们可以把窗口往右移。那假如是大于呢？大于的话，我们可以试着收缩窗口嘛，看看有没有前面也是大于，因为我们现在是找第一个比它大的字母。那假如小于呢？小于的话也是收缩窗口，把左边全部砍掉，就像这边看到的，全部比 y 小都可以砍掉，所以这时候收缩窗口也是向右找。所以判断的时候也是常数时间，那最后总的时间成本就是整个搜索数最深就是 big log 2嘛，所以我们就可以从线性时间演算法进化到一个对数时间演算法，这个效率上的提升很多。那像我们有了演算法还有想法，我们就来看原始码怎么实现。好，第二个就是二分搜寻法，二分搜寻法一样可以借用刚刚的经验。一开始我们可以做一个快速的检查，假如这个输入阵列里面的龙头都比这个 target 值还小，那表示不可能找得到，所以我们可以快速的返回首项。那接下来就是经典的二分搜寻，一开始一样会有定位左边界和右边界，初始化的时候左边在零，右边在 later 阵列长度减1。OK， 那现在进来砍半动作嘛，那砍半一样我们采取最安全也最稳健的写法，就是选左端点加上当下区间除以2，因为这可以避免移位的问题。这个我们在拆数字那一题已经看到所以假如这边还不清楚的话，可以暂停然后回去复习那一部影片。OK， 那接下来就是收缩边界嘛，我们刚刚已经在白板里提到，我们现在是找比它大的字母，所以我们遇到比较小的字母或者等的字母，我们就试图收缩左边界，我们希望把左边的区间砍掉，所以遇到小于等于的，我们会收缩左边界，所以小于或等于都是把窗口往右收缩左边界，所以会把 left 调整到 mid 加1，这时候我们只看右半边。那假如是大于呢？大于的话，我们就希望收缩右边界，因为我们希望找到第一个大于目标值的嘛，所以当大于的时候，我们会把窗口往左边调整，只看左半边，这时候右边界就会收缩到 mid 点1，那最后 left 就会指向第一个比目标值还大的元素的位置，最后返回的就是 later left， 这是我们最终答案。那我们这边快速的测试和提交我们代码。OK， 那最后有个小分享，就是 Python 里面有一个内建的 library， 或者你可以讲内建的 module， 叫做 bisect。那这个套件非常方便，它是官方原生的，也就是你安装好 Python 你就有用。它给了我们两个非常方便的方式，第一个叫做 bisection left， 它会返回第一个和这个元素相等的值，它是第一个。那假如是 right 呢 ？right 它会返回第一个大于 x 的位置。所以以这个图来看，这一条线左边都是比 x 小的嘛，所以 x 可能会重复出现好几次。我们就用字母来讲，比如说这边是 a、b、c， 然后这边都是 x，一串都是 x， 那有5个 x， 然后这边是 y、z、z。那当我们输入阵列长成这样的形式，那我们呼叫 bisection left， 然后传入 x 的话，它就会给我们 x 这个元素第一次出现的位置。那 bisection right 呢，它会返回第一个比 x 还要大的元素，它相对应下标的位置，它就会返回 y 这个位置。那我们今天目标值假如是 x， 那我们就是呼叫 bisection right， 刚好就是完美的契合我们题目的要求，因为 bisection right 这个方选返回的就是第一个比元素 x 还要大的位置嘛，所以第一个比 x 还要大的位置就是 y， 那它就会返回这个下标。那这个下标正好是我们所求，也就是第一个比 x 还要大的位置。这边是一个简单的小分享。所以刚刚介绍过的二元搜寻法有个等价的方选呼叫的解法，它就是呼叫 index 会等于 bisection right， 然后传入的 target 值，它最后返回的就是在 later 这个阵列里面第一个比 target 还要大的元素位置的首因。那最后这个就是我们返回答案，就我们刚刚看到 bisection right 刚好就是呼应我们所求，第一个比给定元素还要大的位置。那以这里来讲，假如是 A B C X X X Y Z， 它返回就会是第一个比 X 大的就是 Y， 它会返回 Y 的下标，也就是索引给我们，恰好是我们的答案。那我们这边简单做个快速的测试。好，我们接下来分析复杂度。那刚刚第一种是暴力法嘛，那暴力法呢，时间成本会落在哪里呢？时间成本会落在一开始的这个 loop 嘛。
会相应于原本输入阵列 latest 的大小嘛，所以这边长度就是 big O(n)。那前面这边都只是简单的特殊条件的处理，所以总的时间成本暴力法会是 big O(n)， 总的时间成本暴力法会是 big O(n)。那空间呢？空间上这些都是临时变数，不会随着输入阵列长大而扩大，所以第一种方法暴力法的空间成本是 big O(e)。那二元搜寻不管是第二种或第三种，就是像我们刚刚看到的，时间成本就是 Tn 等于 T 2/n，因为每次都可以砍掉一半的区间，那每一次当下这回合判断就是常数时间成本，因为收缩窗口只需要固定时间嘛，要么是往左移动，要么是往右移动。OK， 所以最后的总成本就是 big O log， 就是整个搜索数的数稿嘛。时间成本不管是第二种人工建造，还是第三种五角 Python 内卷的方式，都是 big O log n。那空间成本呢？空间成本的话，也都只有用到临时变数，这些临时变数 left、right 还有 mid， 并不会随着输入阵列长大而扩大，所以空间成本大家都是 big O。那时间上，二元搜寻又用了区间减半的技巧，所以时间复杂度可以从 big O(n) 进步到 big O log n， 啊，就是这最大的效率提升就来自于这边。好，那假如后面还有想要跟着强化练习二元搜寻和阵列应用的相关题目，强烈跟着做34题，寻找第一个和最后一个出现位置，然后它给定的这个阵列是排序好。这一题会用到我们刚刚提过的输入阵列已经排序的特质，可以结合 binary search 做出一个很高效的演算法。好，以上就是今天这一题全部的分享与讲解。那假如还有发布或想讨论的话，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然后也非常欢迎大家分享给身边正在学习演算法和解题的同学与朋友。然后最后不要忘记按赞、订阅、打开小铃铛，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解题影片和学习资源。我是小松鼠，你的网络助教，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